各位交易员，大家好。今天呢，分享一个小的指标。这个指标呢，对于做 day trade 的交易员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你们应该知道这个 macro 的概念。我在我那个30天，就是每天一个概念的那个 shorts 里面有讲过这个 macro 的概念，就是这个 macro。我把这个线条调粗一点啊。这个 macro 就是每一个小时的最后10分钟，跟每个小时开始后的10分钟之内，这20分钟之内，会有一个 macro 来运行。那这个 macro 呢，它就是一个脚本，这个脚本会让这个价格来运行，来去打掉高点或者是低点。你看这里呢，这个8点50分，它就打掉了这个高点，然后呢，它就往下走了，但是呢，它并没有突破这里的这个低点，所以呢，这个指标呢，它有什么功能呢？就是每一个 macro 的时间发生的时候，它会自动标出来，这样方便你在看图的时候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一个 macro 要运行了。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现在比如说这个时间是9点49，我这个指标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它会显示每一根8的时间，就是让你很清楚的看到现在是几点钟。还有这个时钟的这个颜色，它会根据最近一个小时现在的价格，比如说这个价格现在是在最近一个小时的终点之上，那么它就会显示绿色。如果是在最近一个小时的终点之下，它就会显示红色。这样你就知道哦，现在我这个价格针对前一个小时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价位。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 regular 开盘9点30分之后这个例子。这个是E-mini 啊，就是纳斯达克 E-mini，这是9点30分开盘，这个是第一根 K 线，这个地方是第一根 K 线，然后它开盘之后，你看立刻就打掉了一个 buy side liquidity。那这个 buy side liquidity 呢，它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就是一个高点，这里有一个等高，它是在伦敦时间形成的，就是在 London session 这里形成的一个高点，也就是说这个是 London session high， 是它的一个高点，所以它一开盘之后就立刻把这个高点打掉了，然后有一个回踩继续往上走，然后再有一个回踩往上走，然后再往下，往下之后呢，它打掉了一个低点，这个低点呢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低点，这个低点，这个低点是在9点27分9点半之前形成的一个低点，这个低点是在这里有一个 FEG， 它是从这个 FEG 走上去了。好，它打掉了之后呢，又往上走，然后就到了9点49，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每个小时的最后10分钟，就是在9点50分的时候会有一个 macro 形成。那么我们看这个 macro 会干什么？它会不会打掉这个高点？打掉这个高点之后，它会干什么？会不会下来继续打掉这里的低点，甚至这里的 sell side liquidity？因为算法都是在这个时间内运行的，到了这个时间，它就干这个时间之内应该干的事情。到了9点50分，你看我们这个指标呢，它就会马上帮你把这个画出来，就是现在是一个新的 macro 运行的时间窗口了，它就会帮你画出来。画出来，我们继续往后看，你看呢，这里它确实就把这个高点给打掉了，因为这个开盘以后的前半个小时啊，就是说把这个时间给画出来，比如说这里是9点半，一直到10点钟，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啊，
它是一个高流动性的时间，就是它的方向，这个时候是还没有确定今天会怎么走的，这个时候呢，它就会上下去打这个流动性，而这个时候去交易呢，风险是比较高的，当然收益也是比较高，如果你能够看准呢，还是比较高的一个收益。但是呢，我建议就是在这个前半个小时，你就是只看不做，就是看它会干什么。因为价格要往一个方向运行，它一定会先扫荡另外一个方向的流动性，然后才往它想去的方向去走。好，现在发现9点50分之后，它向上打掉了这个流动性，然后呢，它开始往下了，它没有停留在这个高点之上，然后就往下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那个昨天讲过的市场偏向指标来看一看。好，这个时候呢，市场偏向指标就显示结构是多转空，因为在这个之前，比如说在这个之前，这个它是市场是看多的，因为这里是有 high 的结构，high low 的结构，所以市场是看多的。那这个时候呢，它上去之后，接下来的2根8，你可以看到它没有停留在这个高点之上，然后是往下走了。但是呢，它现在还没有向下突破这个短期的这个低点，这里一个短期的一个低点，然后呢，它没有打掉这个低点，这个时候，所以市场呢还是显示看多。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这是1分钟的图啊，现在9点52分，你会发现它打掉了这个低点，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告诉你已经打掉了一个低点，然后市场结构呢现在是多转空，就是在10点钟之前，因为这是一个 macro， 所以这个 macro 大家看到呢，它9点50分的时候是已经开始了，它直接上去打掉了这个高点，然后它就开始往下走，我们看它会不会下来打下面的低点。在这个 macro 之内，你看市场结构转空之后呢，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 FAG， 这是那个市场偏向指标会及时把它画出来，就是市场结构发生改变之后形成的这个 FAG。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 FAG 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一个结构转变嘛。然后再往下看，好，你会发现价格它确实在往下走，然后也突破了这个均衡点，就往下走，然后它也突破了这个 bearish MSS， 往下突破，你看它下来，就这里这个低点，这里这个低点已经给它打掉，这里还有一个equal low，会不会下来打掉？好，它到这里的时候，你看打掉这个低点之后，它有一个回踩，同时呢，它也是回踩这个 buy side liquidity， 这个 buy side liquidity 呢是在这个6点多的时候，接近6点半的时候形成了一个等高，就是它，但是呢这个等高呢是在8点半开盘之后把它打掉了，所以呢它这次往下突破之后，它有一个回踩，我们呢继续往后看，看它会不会打这个流动性。这个流动性呢，它不一定会打掉，就是说不一定每次都会打掉，但是呢，它至少就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就是说价格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去运行。但是在运行的过程之中，我们也要去观察，比如说在这里，这里呢会有一个 order block， 大家看到吗？这里 order block 对吧？就是这里有3根 K 线突破上去，而且形成了这里的有 FAG， 对吧？这里有 FAG， 然后呢还有一个往上面还有一个 FAG， 就是它在打这个流动性的过程之中，它有可能在这个 order block 就会止跌，但是也有可能直接打下来，所以呢，我们来观察它是怎么样的。你看它在这里是继续往下打，它现在呢就实际上它走到了这个，看到没有？这个 FAG 已经走到这个 FAG 有一定的回踩，然后呢这个 FAG 它也走到了，然后呢它的这个最低点正好触碰到了这个 order block 的这个开盘价，那这个时候看它会不会继续往下，我们观察这里的反应。OK， 你会发现它没有往下了，它就往上了，然后这里形成了一个这个 FAG， 这个 FAG 呢，那么
它有可能是一个力竭的 FEG，就是一个力竭的一个 gap， 一个缺口，它有可能会从这里反转。但是呢，这个趋势是对的，就是说我们知道下面有 sell side liquidity， 它可能会来打，但是它不一定会打到。但如果你在这里做一单呢，是有利润的。这个就是这个 macro， 所有的这个 price action 都发生在这个9点50分到10点10分这个 macro 的时间之内。你看到9点50的时候，它就从这里开始干，就往下打，对吧？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你会发现它是这样的一个走势了，就是它把这个 FEG 把它反转了，然后往上走，突破了一个短期的高点。然后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指标就显示结构是空转多了。然后我们再看，好，就是这个 macro 的时间就已经结束了，对吧？这是他干的事情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你会发现它会突破了这个高点之后，又回踩到了这里，这里呢就会有一个 order block， 这根线是一个 order block， 其实这2根线都是 order block， 你看它会不会突破这个 order block 的最低点？那现在你看到了这个实体是在这个 order block 的终点之上，收在它的终点之上，那说明这里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继续往后看 ，OK， 它又下来了，市场结构再次显示看空，然后在这里它显示这个市场结构由空转多，因为它又突破了上面的一个高点。然后你发现呢，就是说这个阴线打下来之后，它突破了这个 order block 的一个最低点，但是它没有突破这个，因为真正的 order block 在这里，就是这个是在这里，就是订单流是在这里发生了改变。然后呢，这根 K 线它交易到了这根 K 线的终点，就弹上去。那这个是一个 propulsion block。propulsion block 呢，它也是 order block， 对吧？但它有时候是不会打到这个终点之下的。你看它在这里收就停上去，但这个地方它又把它打下来。但是这个 order block 它没有把它跌破，你看它在它的终点这个地方就停了，然后往上走。现在市场结构呢就显示有空转多。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然后往后看了你会发现它就一路涨上去了。那这个就是在开盘之后，它会先去扫这些流动性，就是先把上面的流动性扫掉，把下面的流动性也扫掉。但是它不一定会完全扫，对吧？但是它是至少有这个企图。然后呢，它开始干什么？它开始往上走。这个时候呢，你那些提前做多的人，比如说你在这里做多，你把止损放在这里的人就被打掉了，包括你做空的人也被打掉了。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叫做在这个开盘价之下，这里呢都是 Judas swing。然后我们往后看呢，你会发现呢，它就涨上去了，啊，突破了这个一开始的形成的这个高点，就涨上去了。然后你会发现，这里涨上去有一波很好的趋势，对吧？这个趋势呢，也是在这个 macro 之内发生的，就是10点50分。看，我们把10点50分标出来给你看一眼，10点50分啊，在这根把开始，它就有一个 macro 在运行，就开始往后，一直到10点10分，看吧，到10点10分啊，这里就走了一段非常漂亮的一个趋势。那这个就是这个 macro 的一个作用。当然，你没有这个指标的时候呢，你可能就需要用手动，你设个闹钟啊，什么时候 macro 开始了，什么时候 macro 结束了，当然也是可以的。这个小指标呢，如果你是做 day trade，是很有帮助的。那么，你加入了这个 Patreon 会员呢，这个指标你也是可以免费的使用。我待会儿就会把这个指标发布到 TradingView。好，感谢观看。